生日走。怎么样，他也来了？一个假千金来真千金的接亲宴，不觉得尴尬吗？雨桑，你别介意，你以前过了那么多个生日，这是蕊蕊第一次过生日，你让着她点。蕊蕊有病，万一蕊蕊有点什么事儿，都发现不了，还是雨桑让出来的好。交警队是不是给你发任务了，让你站在这里，不给所有人看？兔子爷，你怎么跟他们一样？除了冷落我就是嘲讽我。看我现在这么落魄，你心里很得意是不是？被人欺负就这样。当初跟我闹的，被狗吃了吗？要是不想被冻死，赶紧上场。要哭就一次性哭完，我可不想明天工作中看到你哭的样子。你不用憋着，想笑就笑吧，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江一桑，幸亏你生到现在，要是生到秦朝，10个长城都不够你哭的。人家孟姜女那是哭王夫哭倒长城，我又没有王夫，哭什么？哭前男友啊？他现在还正活蹦乱跳着，我哭什么？那要不我死一个，给你一个哭的机会。你死我才不会哭，况且也轮不到我，不是有老婆孩子。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们这是要去哪儿？黑市，贩卖人口的地方。幼稚。小桑，快看，哇，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烟花。快许愿。我希望能跟阿燕一直幸福快乐下去，共赴余生。来来。江一桑，那怎么会有蛋糕啊？还是我最爱的芒果口味。发挥效率。还有这种好事？你吃不吃？不吃我拿回去喂狗。不吃。现在沾了我的口水了，你家狗肯定不会吃的。江一桑，生日快乐！我一定是在做梦，不然怎么会觉得宋思燕看我的眼神里会有爱意？看够了吗？果然是错觉，她都已经结婚生子了，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去陆山小姐。我倔强离开，一颗心丢入大海，再不存在，留白了所有。你怎么跟他们一样？除了冷落我就是嘲讽我。嫂嫂，思燕，明天别忘了过来治疗。姐姐，姐姐，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馄饨，你快尝尝吧。我时间来不及了，跟客户约了9点会谈，你们吃吧。这样吧，姐姐，今天我不开车，你开吧，这样比打车要快。哎呀，你就尝一下嘛。姐姐，边瑞集团那个客户让给我可以吗？江蕊，这不是一件衣服一辆车，说让就让的，这是一个集团跟律所的合作，我说了不算的。姐姐，我知道我学历没你高，能力也没你强。既然这么让你为难的话，那我就想想别的办法好了。不就是一个单子吗？你就让给他。妈，蕊蕊好不容易回到家，我们应该弥补她这些年所受的苦才对。雨桑，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让让妹妹。我们只是谈了一个小合作，你要是有能力的话，自己去争取吧。真的吗？姐姐，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拿下这个单子的吗？为什么好多律所都被打回来了？就凭我5年内208个案子无一败诉，就凭我1天内可以完成别人1周的工作量，不然你以为我凭什么？靠美色跟人家总裁玩暧昧？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啦，姐姐。姐姐，我知道你是最厉害的律师，我要向你学习。姐姐，你快吃吧，一会儿还要跟客户谈判呢。就凭我的姿色，拿下深润集团的合作根本就不是问题。江雨桑，你迟早会被我踩在脚下。他怎么上来的？我也是刚到啊，我去了解一下。这你让我查了目前江氏集团的状况。他们主业是新能源汽车，根据我们测试，他们合作的进口软件系统存在巨大漏洞，未来的江氏集团将面临巨大的赔偿问题。我们可以趁虚而入，继续盯着，一旦时机出现，我们全盘接手江氏集团。那江远商怎么办？虽然他现在不是江家血脉，但江家养他这么多年，如果到时候他站了出来，你会不会手下留情？不会。希望你说到做到啊，不然你妈的在天之年都不会安息。宋总，会议室里的人是盛世律所的江蕊，他是冒充清河律所上来的，想和您谈合作，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连自己身份都被盗用，江雨桑，你到底有多笨？抱歉，这个小姐，清河律所的江雨桑律师已经在会议室了，我不能放你进去。江蕊，怪不得他要把车让给我开，不仅在刹车上做手脚，还想利用我的身份抢走我的客户。
喂，陈大柱，我是江雨桑，我在1楼前台被人拦着了，上面那个人是江蕊，他是被冒充的。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冒充的呢？就知道是这个狗男人故意让前台拦着我。因为只有江雨桑知道，宋思燕的屁股上有一块红色胎记。我跟你兄弟这么多年，我怎么不知道你屁股上有块胎记？来，把裤子脱了，让我们检查一下，万一他还说谎呢？宋思燕，如果这还不能确定的话，我还有其他可以证，需要我一一说给你听吗？我还知道。江雨桑，闭嘴！宋总，认出我来了，让前台放行吧。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再来见我。前台是个人都放进来，还有脸笑？宋总，我马上去处理。里面的那个人冒充我，他是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但前台失职放人进去，如果被你们总裁知道了，怎么处理你应该比我清楚吧？对不起，江小姐，我们这就把他赶出去。您先到隔壁办公室休息一下。怎么是你们？宋总呢？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江小姐，你冒用他人的身份混进公司，我怀疑你对我们总裁图谋不轨。没有。放开我！说不定他是别的公司间谍。就是，咱们可是科技公司，一个小程序就能卖几个亿，要是被这种人盗走，可就损失更大了。不是，我不是间谍，我是江雨香的妹妹。姐姐，你在哪儿呢？我车子坏在半路了，我现在正打车呢。我跟客户约了9点，我现在已经迟到了，我都快急死了。姐姐，我用你的身份进入 Sharon 集团，他们误会我是间谍，现在要把我交给警方。姐姐，你赶紧替我说说情，我不想被警察带走。所以今天车子是你故意动了手脚，也是你故意让我迟到，好给自己留时间见谢瑞集团总裁，对吗？姐姐，不是我怎么会对你做出那种事情呢？江蕊，我前几天刚换的刹车片，如果没有人动了手脚，刹车怎么会失灵？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但不是每个人都让着你。你的事情我帮不了，自己想办法。宋思燕，不过就是说了你一个秘密，你该不会想要杀人灭口吧？说到这里，还伤到了哪儿？没有。江雨桑，当年对付我的本事都去哪儿了？非要被人欺负死才知道反击吗？我刚刚不就是在反击？把113拿过来。车祸到底怎么回事啊？刹车片被人动了手脚，跟人追尾了，赔了人家点钱。这个家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今天是刹车，那下次呢？江雨桑，为了报答江家的养育之恩，非得把自己命都搭上吗？宋总，这好像是我的家事儿吧？毕竟是您说的，我就算是死了，都不要再来找你。
就算你来找我，我也不会管。先休息人中，等会再开。怎么感觉宋思燕有点不对劲？连门都不敲。宋思燕从来都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她的领地，所以这是她老婆。就算宋思燕真的有事，需要关心的人不是我。快2个小时了，再怎么腻歪也该结束了。于桑，妈，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呀？蕊蕊不就用了你的名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至于让警方审问他，搜他的身吗？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妈，你要不去问问他做了什么？他动了我的刹车，害得我跟人家追尾，我差点……你妹妹连扳手都拿不起，怎么会动你的刹车呢？我知道蕊蕊回来让你很不适，我们已经尽力顾全你的感受了。可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针对她？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你才能接受蕊蕊？一直在刻意针对的那个人，不是江蕊吗？宋总，江小姐的车坏了，现在又不好打车，您看要不要捎她一段？我很闲，谁的事都要管。哦，不是，宋总，您看是回家还是去拳馆？李医生说，您现在如果不适的话，可以去运动一下，多分泌些多巴胺，心里会好受一些。回家。哼唧什么？你妈都跟别人跑了。相遇之前，每个长夜都白白修炼，留我在人海里擦肩。分手吧，往后就当彼此。相遇之前，每个长夜都白白修炼，也许你痛在所难免。
桑桑。喂，宋思燕，江雨桑在酒吧泡帅哥，我看这两人都喝得不少。如果你再不来，人就要被别人爆跑了。位置发我。在108报响，那小子是体院打篮球的，人已经被我控制了，你带着江雨桑走就行了。谢了。江雨桑，为头还喝这么多酒，你是不是想死啊？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听我唱歌，你是如何不想被扎针，就把这药吃了。江雨桑，你在干嘛？吃药啊。走，我带你回家。我不想回家。不回家还想干什么？我想去坐摩天轮，你可以带我去吗？可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啊，我想把你卖了换钱。走。哎，我有钱给你付小费，我把这个卡给你，你不要把我卖了。为什么给我小费啊？你们这些当男模的不都是为了赚钱？你放心，我干这种事情从来都不会不给人家钱的。江雨桑，看来你平时没找着啊，你到底找过几次啊？1次、2次，还有3次。江雨桑，要是再让我看到你找男模，我就打断你的腿。能不能别生气了？我以后只包养你一个，行不行？江雨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为什么生气啊？你以后就是我的第一男妃，你不应该高兴吗？你放心吧，我以后会对你好的。等你醒了，再跟你好好算账。于桑姐，你去哪儿了？我怎么到处找不到你？他在我怀里睡着了，你找他干嘛？你怎么会接雨桑姐的电话？
谁？我是他男人。你要是再敢骚扰他，我就打断你那只灌篮的手。几年不见，真是见证了。这是酒店大床，该不会睡了昨天那个小奶狗吧？还好没有酒后乱性。您好，我是客房服务，给您送早餐来的。全都是我爱吃的。是谁叫的早餐？抱歉，我们不方便透露客户消息，只能告诉您是一位男士，他让我们9点过来给您送早餐。这是他给您送来的换洗衣服。小姐，祝您用餐愉快。难道是昨天那个小奶狗？他不仅没有趁人之危，心还挺细的。小陆，谢谢你昨天送我来酒店。房费跟衣服多少钱？我转给你。雨桑姐，你昨晚不是和姐夫在一起的吗？你说我跟谁在一起？雨桑姐，我昨晚和你一起喝酒没错，可是后来去洗手间的时候跟人起了争执，打了起来。回来以后就发现你不见了。我给你打电话，是个男人接的，他说你已经睡下了，还说什么？还说他是你男人，让我以后不要再打扰你了。宋总，江律师在办公室等您，看样子还挺生气的。宋思妍，昨天是不是你带我去的酒店？江律师是来感谢我的吗？怎么看着不太像？宋思妍，你凭什么那么说呀？我们明明什么关系都没有。我说什么了，让你这么生气啊？你说你是我，这狗男人就是故意逼我说出他是我男人那句话，我才没那么蠢。自从你5年前离开我的那一刻，我们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要在我朋友面前胡说。昨晚之前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昨晚以后就有。你别胡说啊！昨天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你别想讹我。我怎么会讹你呢？江律师看看这个不就知道了。我的卡怎么会在你这儿啊？你偷我东西了？江律师啊，那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不能污蔑好人。这明明是你昨晚给我的包养费。你胡说！我放着小奶狗不包养，我包养你这种无精打采的老男人啊！眼睛瞎了，心还没瞎。不知道昨晚谁说的？我有钱给小飞的，这张卡给你，我以后就包养你一个人，好吗？你以后就是我的第一。我真是小男人小疯了吗？竟然跟宋思妍说出这种话。宋思妍，我那是喝多了，说的话不算数的。
江律师确定不是酒后吐真言？我就算是酒后吐真言，那我肯定也是把你当成别人了。我从头到尾应该都没有喊过你的名字吧？要不是小陆中间有事先走了，我怎么可能会跟你走？江雨桑，如果昨晚不是我及时出现，你就被人骗了。怎么几年不见，脑子还是这么笨啊？我又不是没被人骗，骗一次跟无数次有什么区别？昨天晚上酒店的钱我会转给你的。这张卡我先拿走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查一下江雨桑到底有什么事儿，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哦，这个我知道，江律师想买房搬出去住。上周于萌催我给他们律所打钱的时候说过，说江律师特别需要这笔佣金，不过这些钱只够他付首付的。他想搬哪个小区？玉水湾，我们的西路牌。江小姐，我们集团刚刚上线了一个新活动，砸金蛋中大奖，最大奖项是送您全屋家具。江律啊，我严重怀疑这房地产老板是你亲戚吧？他怎么知道你没钱买家具啊？江律啊，试试吧，万一中了，你明天就能搬家。这肯定是他们的营销手段，全屋定制，怎么着也要几十万，除非他们老板疯了。哎，江小姐，你不妨试一试，万一中了呢？江律，试试吧。是真的，江小姐，您可以持卡到我们集团旗下的任何品牌购买家具，只要金额不超过50万，我们都是免费赠送的。江小姐，恭喜您！谢谢。这运气也太好了吧，随便一砸就是50万。所有金蛋都是特等级，砸不中就怪。老板真是疯了呀！雨桑小姐，我给您煮了姜枣茶，您生理期快到了，我怕您会肚子疼。谢谢张妈。这个汤啊，要连着喝几天才管用。明天我给你灌保温壶里，上班带着喝。好，辛苦张妈。只要您在这个家待一天，我就好好伺候你一天。毕竟您是我从小带大的孩子，您走到哪儿我都不放心。张妈，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用担心我。姐姐，你喝什么呢？我也想喝。雨桑小姐每次来丽家都肚子疼，我就给她熬的姜枣茶。姐姐，你的命可真好。我来丽家也肚子疼，每次都只能躲在孤儿院的角落，一个人偷偷的哭。张妈，我也快来生理期了，也给我盛一碗吧。我也想享受一下这样的待遇。好的。蕊小姐，有点烫，要不给您放桌上吧？没事的，给我吧，我没那么矫情。张妈，对不起，太烫了，我没接住。张妈，送你去，走，没事的，家里有烫伤膏，上点就行。
我这皮糙肉厚的也没关系，只要没烫到蕊小姐就好。要不是他故意松手的，你也不会被烫着。姐姐，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太烫了，没接住。江蕊，你别给我装可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姐姐，你真的误会我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烫张妈的。怎么了？大半夜的哭什么？都是我不好。刚刚张妈给我递汤，我没有接住，把她给烫伤了。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姐姐误会我了。雨桑，张妈经常在厨房做饭，又不是没被烫过，你这个把责任都推给你的妹妹吗？妈，我亲眼看见是她故意松的手。妈，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监控，看看我有没有说谎。我承认是我故意的，就不要再说姐姐了，要不然她又要不回这个家了。你养了她这么多年，你一定舍不得她离开的。张蕊，你不用一直提醒我，张家的养育之恩我没有忘，但这不是你故意伤害我身边人的理由。妈，不是这个意思，姐姐她又误会我。都少说两句，还不赶紧给张妈处理伤口？张妈，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小心，我带您去医院吧。希望你的不小心不要再有下次，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要吧，走。妈，这真是的，现在都不把你放在眼里了，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姐姐，我想上厕所，但是我找不到厕所，你能带我去吗？可以啊，你家长在哪儿呢？他们如果找不到你，会很着急怎么办？我爹地在那边，帮我拿药。宋思燕的儿子也是叫他爹地，那孩子是不是也这么可爱？姐姐，我快被捂住了。张妈，你先在座位那边等我吧，我待会儿过来找你。走吧。走吧，带你去找你爹地。姐姐，你真是人美心善。姐姐，我爹地就在前面，他长得很帅的，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么巧吗？他竟然是宋思燕的儿子。爹地，你快过来，我遇到了个特别漂亮的姐姐。我刚才不是让你在凳子上待着吗？怎么又到处乱跑？我要尿尿啊！你总不能让我尿到裤子上吧？刚才不是刚带你上完厕所吗？别找这种借口骗我。你怎么当人爸爸的？孩子生病了不说谎，还这么凶。什么爸爸？妈妈别怕，姐姐是律师，她要是再敢凶你，我们就告她虐待儿童。江律师，你怎么这事？有人在这虐待儿童，我正想着怎么起诉他。你是不是误会了？君元是我的儿子，他从小在思燕身边长大，所以喜欢叫他爹地。既然你来了，我就先走了，明天还要上班。再见啊，秦总监。还不赶紧送送人家，道上的不安全。张妈，我们走吧。江雨桑，你是我，你长得很像一个人。您认识我？可能是我记错了，不可能的，一定是我认错人了。当年医生明明说，那个人的孩子已经流产了呀。晚上不好打车，我送你们吧。
雨桑，周6班长酒吧开业，他请大家过去庆祝，你要去吗？去吧，他之前特意给我打了电话，不去好像不太好。到时候宋思燕肯定也会去，我怕那些人瞎起哄。不会吧？大家都长大了，有分寸的。你不在意就好，周6我去接你，我们一起过去。好。这么晚了，你还在外面吗？跟谁在一起啊？跟狗。你啥时候养狗了？什么品种的？一只脾气暴躁的大土狗，没事儿总爱冲我狂叫。那你记得给它做绝育啊！公狗发情就容易狂叫。这样啊，再看看吧。它如果再叫，就阉了它。宋总，据我调查，明阳集团利用拍卖会洗钱，他们的账务有很大的问题，我不建议收购。你哑巴了？我跟你说收购案的事儿呢，你倒是给句话呀！我怕你把我淹了。雨桑，我做了些你爱吃的菜，今天下班早点回家。妈好几天都没跟你一起吃饭了。好。雨桑，饭菜还得等一会儿，先吃点水果，坐下来陪妈妈聊聊天。尝尝这草莓甜不甜？甜的话，妈下次多买点。很甜，谢谢妈。不知不觉，我女儿都26了，妈也该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妈给你物色了几个，有时间见见。所以把我喊回来吃饭，就是为了这个。妈，我不想结婚，如果您觉得他们条件好，就介绍给江蕊吧。雨桑，你一直不谈恋爱，是不是还没忘了宋思燕？她有什么好的？一个没有背景的野种，根本配不上你。你找过她？我上哪找她去？等我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他已经抛下你出国了。这种背信弃义的男人，不值得你对他痴情。是我多疑了吗？他刚才那句话，分明是对宋思燕家很了解。您真的没有见过他？你这孩子，连妈的话都不相信了。我要是见过他，我早把他的腿打折了，让他当年这么对我的女儿。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不想提了。但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也不想结婚。怎么行啊？女孩子总归要有个归宿的。陈丽上高中他就喜欢你，有时间你们见一面。您之前不是还觉得他不是正经人吗？他当初缠着我的时候，您不是还特意找过他，明确的表态说您宁死都不会把我嫁给他。怎么？他现在改邪归正了？我这不是权衡利弊吗？我们和陈家刚好有合作，我想如果你嫁过去，对我们两家有好处。所以您想把我的婚姻当做江家上升的踏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妈也是为了你好。再说陈丽已经浪子回头了，现在在管理家里的事业，业绩还很优秀呢。既然如此，那就把他介绍给江蕊吧。这种好事我得让着他，毕竟我已经抢了他26年的人生，不应该再跟他抢好男人。蕊蕊可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怎么可能把她嫁给那种人？蕊蕊有心脏病，不适合早婚。再说，你不是一直想报答江家的养育之恩吗？我想
这正好是个很好的机会，免得你心里总过意不去。而且等你结了婚，就有了家，也多一个人疼你不是？用我一辈子的幸福给江家铺路，顺便把我赶出江家，给江蕊让位，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妈，江家的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不是用我的婚姻。我就算不结婚，也不会影响江蕊的位置。我很快就会从江家搬出来。当当，哇，好漂亮啊！这是我花了1周时间拼完的，还有音乐啊，也是我录的吉他曲，世间独一无二，独属于桑桑的八音。我很喜欢，阿燕，谢谢。江蕊，姐姐，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江蕊，谁让你进我房间的？又是谁让你动我东西的？我之前也动过你的东西，怎么没见你生气啊？这个八音盒，你怎么如此动怒啊？该不会是你前男友送的吧？你别以为我爸妈护着你，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迟早有一天会让他们看到你最真实的样子。哼，江雨桑，你别忘了，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而你只不过是养在江家一只来路不明的野种儿。就算你说出真相，你觉得会有人相信你吗？江雨桑，你敢打我？谁给你的胆子？江蕊，你别忘了，我在江家待了20多年，只要我想，我就可以让你这个亲生女儿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虽然妈妈已经站在我这边了，但爸爸和哥哥还是向着江雨桑的。在没有绝对把握能把江雨桑赶出江家前，我还不能撕破脸。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再有下次，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江雨桑，我一定要让你为这个巴掌付出代价。雨桑姐，你是来找我的吗？同学聚会。雨桑姐，我今天输了一场特别重要的比赛，你能不能带我乐呵乐呵？不然我都要抑郁了。咦，这小帅哥谁啊？该不会是江雨桑男朋友吧？这人长得漂亮就是好，上学时就有一堆学长追，现在毕业了又有一堆小奶狗追。别瞎说，人家只是认识，我这就把他们接过来。一起也行。今晚交给你个任务，保护好你香姐，不要让她被狗男人占了便宜。保证完成任务。雨桑带男朋友参加聚会不行吗？换一个前任有资格管吗？你说他是谁？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就刚才确定的关系啊。怎么样，小伙子不比宋心也差？最重要的是人家年轻，你懂的。今天这个局本来就是为了宋思燕和江雨桑攒的，这下可怎么办？你宋狗那个脾气，这不得打起来？哎，今天我做东，大家随便吃随便玩。现在我大小也是个小老板了嘛。呀，长真是发达了呀！别忘了给自己买几条纯棉内裤啊！别再穿金融轮的了，
省得跑起步来嘎嘎冒火星子啊！米洛，你咋知道班长穿啥样的内裤？难不成你还扒过他裤子？这还用扒吗？上学的时候，他坐我前桌，一趴桌子就露出他那条印着奥特曼的内裤。啊，对了，我这还有照片呢，发班级群里给你们看看。哎，我操！你们看班长前面那两个人，我严重怀疑他们早恋。我听说宋思燕当年就是以让江雨桑帮她补习英语为由跟她做同桌的。那你们知道她中考英语作文只减了1分吗？这么说来，我们学神对江雨桑是蓄谋已久啊！天哪，我当年磕的 CP 竟然是双向奔赴啊！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磕的 CP 早就已经毕业了？难道就不能破镜重圆吗？宋总已经结婚了，我现在也已经有了男朋友，你们以后就不要乱说了，这样对谁都不好。江律师说我结婚了，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老婆。难不成我是冥婚？戒指都戴上了，宋总还想不承认？难道宋总想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啊？戴个戒指挡桃花不行吗？哪条法律规定不允许戴戒指的？还是说江律师为我定制了这条法律呢？你怎么说都是你有理，毕竟上一秒天长地久，下一秒一别两宽的事儿，你又不是没干过。行了，都是误会，我可以作证。思妍这么多年都是单身，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嘛。钱友哥，这杯我敬你，谢谢你当年的不屈，不然我也不会遇到雨桑姐这么好的女朋友。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手不想要了是吗？为了雨桑姐，我这条命不要都行。你好样的！我就说我们雨桑人这么好，怎么可能遇到的都是渣男呢？行了行了，不闹了，我们来玩游戏吧。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来吧，我们开始吧。还不赶紧拿瓶子去！这个位置是我的，上面写你名字了吗？我是雨桑姐的男朋友，挨着她理所应当。你这个前男友瞎找什么？江雨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连自己女朋友生日都不知道，就算是演戏，也要认真一点比较好。下次多花点钱，找个靠谱的，演技不太行。要你管！请开始你的表演。你给我等着，我玩不死你！宋思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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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思妍。哎，雨桑，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雨桑，现场找一位异性，用嘴巴把车一顿，我也跟他。我喝酒。胃部疼了是吗？是啊，身体最重要。就你事儿多。雨桑胃不好，不能喝酒，我替他喝。米洛，这你就没意思了。雨桑又不是非得喝酒，这不是还有别的方式的吗？就是玩个游戏而已嘛，不要玩不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憋着什么坏屁，等到你们的时候，我玩死你们。
小罗，帮姐姐个忙。吃东西怎么总是这么冷呀？哇，是吧？可是 CP 好像太有型了，这个比韩剧还要好看，这都不能复合，咋还能复合呀？是啊，你们胡说八道什么？雨桑就算找只狗，也不会找他的。周四晚上你给他打电话，他说跟谁在一起了？狗啊，难不成是你啊？是我啊。哎，没想到我们傲娇的学神也有为爱当狗的一天呐！宋学神为了跟雨桑在一起，都主动承认自己是狗了。米洛，你就别气了。宋思言，你就这么喜欢当狗？不喜欢啊，但你喜欢骂我是狗，我为什么骂你是狗？你心里没数吗？因为你喜欢狗。你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报你领证？行啊，你报一张，我就给你100万。那我可就要发大财。狗男人，你再敢欺负我，就让你赔得倾家荡产。江律师，前男友的裸照好看吗？你别以为我留着你的裸照是还没有忘掉你，要不是你比画报上那些男模身材好点，但凡你腿没那么长，腹肌没那么多，都不会留着。这么好，不嫌弃我短小精悍了？再来！宋思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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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思言。钱有哥，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初吻是什么时候？上次那个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分手？大家别想，咱们应该想个最劲爆的问题才对。如果现在让你回到跟初恋分手的那一天，你还会跟他分吗？江律，哎，江律，你那套玉水湾的房子装修好了吗？等过几天新家具送过来，就能搬入住了。恭喜你啊，江律，梦想成真了。谢谢。嘿，你和你那个昨天的女朋友和好没？没有，1个月她要分10次手，每次我都舔着脸就不。没意思。真分了，不后悔。如果现在让你回到跟初恋分手的那一天，你还会跟他分吗？会。既然那么坚决，为什么再次见面以后还要假装关心我、可怜我吗？我看你今天状态不错呀，那姑娘知道你最近情况了吗？不知道，还不能告诉他。思言，你如果跟她好好处的话，她能成为你病情的良药；但如果你处不好，她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考虑。姐，我有分寸。好吧，反正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那我就先走了。
这个女人不就是在宋思燕办公室待了许久的人吗？你的衣服怎么丢三落四的？宋思燕也住这儿，不是说未婚单身吗？那他们难不成是炮友？帅哥，下次记得还点我啊！哎，在线求爱，这样见前男友约炮会被灭口吗？死手，快开门啊！江律师就这么不想见我？江雨桑，你不是一直都很傲娇吗？不是什么都比我强吗？我就要看着你被踩在脚下蹂躏，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无家可归。哼！宋思妍，你要是再这么动手动脚的，你小心我告你性骚扰。江律师连情况都没搞清楚，怎么告我？刚刚明明是你先骚扰的我。宋思妍，我不是那种你可以随便带回家的女孩，请你放尊重一点。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江雨桑，你是不是吃醋了？谁吃醋了？我不过就是想提醒你，请你做好一个前男友的本分，没事不要打扰那些人。想得眼了。什么？江峰给雨桑买房了？是啊，玉水湾的房子那么贵，如果不是哥哥，姐姐怎么可能买得起啊？妈，要我说，姐姐也挺可怜的。如果哥哥真的喜欢姐姐的话，你就让他们在一起好了，女儿变儿媳，这不也挺好的吗？胡说，他都已经被人睡过了，怎么能配得上你哥哥呢？再说，这个没有利用价值的人留下来干什么？碍眼吗？不行，我儿子将来是要继承江家的，我绝不能让江雨桑毁了我儿子的人生。你的亲生女儿就是不一样。姐姐，对不起，桑姐，我不是故意的。姐姐，你还是赶紧上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吧。哥，哥，你怎么了，哥？哥，没事。哥，你好像被人下药了，我现在送你去医院。走。雨桑，你跟你哥哥在干嘛？
姐姐，哥哥喝多了，你不是要把他送回他自己的房间吗？你怎么把他带到你的房间里来了？你们……妈，您千万别怪姐姐，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可误会的？这不明摆着的。蕊蕊姐回来了，她想赖在江家不走，所以就只能爬上江峰哥哥的床，想当我们江家少奶奶呗。我早就说过她不安分，5年前就跟别人同居，能是什么好货色呀？江峰的脸怎么这么红？该不会吃了什么脏东西吧？不可能的，你们千万别冤枉我姐姐。蕊蕊姐，之前雨桑姐是不是给了你一碗醒酒汤，让你送给江峰哥？难道这……玉桑，我拿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你为什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是你哥哥，你想让整个京城的人戳我们江家的脊梁骨吗？真是好大的一个局啊，把我都骗进去了。你们为了把我赶出江家，还真是煞费苦心啊！玉桑，这就是你的态度吗？我早就说过，即使我们没有血缘，我也会养你一辈子。你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伤我的心？妈，我们一定是误会姐姐了。对，不是有监控吗？我们可以先看看监控，千万不要冤枉了姐姐。监控电源早就被他拔了，我亲眼看见的。玉桑，人证物证全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哼，爬上哥哥的床，他真的好不要脸，小男人想疯了吧？不仅如此，他还让江峰给他买车买房，这跟养了个情人有什么区别？兄妹变情人，真是给我们江家人丢尽了脸面。他5年前就被男人玩烂了，还被人甩了，这种人赶紧赶出江家吧，别给我们江家人丢脸。妈，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吗？原来在你的心里，我这么不堪。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最后反咬我一口，让我在亲戚们面前抬不起头。你太让我失望了。爸，你也这么觉得吗？玉桑，爸爸很想相信你，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张亲子鉴定不仅断了我们之间的亲情，也毁了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姐姐，我们也想相信你，可是现在证据都在这儿了，我也不敢妄下定论。江蕊，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算清楚的。玉桑，你自己犯了错，还怪你的妹妹。看在我们母女的情分上，我可以原谅你。只要你从江家搬出去，我还会认你这个女儿。江雨桑，宋思言，我没有家了。我在江家生活了26年，我叫了他们26年的爸妈，可是他们现在没有人相信我。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失败啊？走，我带你回家。要么你来拥抱我，要么开枪冲着我，爱我死我会令我变成花朵，像风一样窥视我。
宋先生，您找到雨桑小姐了吗？找到了。谁打的她？是太太打的。少爷被人下了药，不知道被谁送到了雨桑小姐房间。所有人都骂她不检点，还说她想爬上少爷的床当少奶奶。他们还说雨桑小姐5年前就跟男人鬼混，还被人甩了，所以她亲生父母才不要她。我知道雨桑小姐是被冤枉的，可当时没有一个人向着她说话。江峰喝东西的被子还有吗？有。我看到小姐出事后，江蕊就偷偷把大少爷的醒酒汤给倒了，我就觉得有些古怪，所以偷偷把那个杯子藏起来了。除了江蕊，还有谁可能参与？还有2房的江晴，他平日里最恨雨桑小姐比他优秀，当时就是他弄了小姐一身蛋糕，小姐才上楼换的衣服，要不然也不会被他们冤枉。把杯子收好，我让人去取。江雨桑，这么无情无义的家，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醒了，过来吃点东西。脸被打成这样，不打算说点什么？如果我说我是被江家赶出来的，你会嘲笑我吗？会。就知道。宋思妍，我是不是特没用？明知道江蕊的真面目，却还会被他陷害，确实挺没用。我原本是打算过完这个年就搬出来，大家好聚好散，可我没想到他这么等急，还用这种方式逼我离开。你打算怎么反击？还是继续做一个孝顺听话的女人？不，我要把我受到的那些委屈原封不动的还回去。家里的监控估计都被他们给删了。你是科技公司的老总，应该有办法恢复数据。你可以帮我吗？如果我说 no， 你打算怎么谢我？只要你能帮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除了那哪个？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我只知道你在提醒我，要对你做点什么。宋思燕，哥，雨桑，你还好吗？对不起啊，是哥哥没保护好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是哥哥不好。哥，我没事儿。我原本就打算搬出来了，现在这样正好，省得我找借口。雨桑，这件事哥哥会还你一个公道，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去找证据啊？在找证据之前呢，我先带你看一场精彩的节目。上车吧。可以。林家可是京城第一大家族，林家太子爷虽说前几年才被认回林家，但林老爷子对这个唯一的外甥宠得没边儿。听说林老爷子就喜欢慈善，所以妈给你举办这个慈善拍卖会，就是想让你借这次机会跟林家太子爷搭上关系。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江雨桑，你现在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垃圾，看你拿什么跟我比？等我当上太子妃的那天，我一定敲碎你满身傲骨。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深知里面孩子的苦。现在我被江家认回来，用尽一切努力去帮助这些孩子们，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一些支持。我在这里替孩子们谢谢大家。有了豪门，生活还不忘本。这个孩子啊，可真善良啊！吃过苦的孩子才知道生活的甜，这种人往往更能成功，也更可靠。要是别人像他一样，早找个男人当靠山了。他不仅打工赚钱养自己，还补贴孤儿院，品行如此端正，属实难得啊！说的这么真诚，也不怕闪了腰？那你想不想看他闪耀的样子？这男的是谁呀？这岁数都能当他爸爸了吧？亏我刚才夸他，没想到也是个为了钱不顾手段的坏女人。这方小也看出来了吧？刚才还是清纯善良大小姐，下一秒就变利欲熏心的捞女。不是的，这个照片是合成的，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吴姐姐，是我姐姐诬陷我，是她。你这个小公子，我说我老公钱都花去哪了？原来花在你身上了。这个女人以前叫王蕊，上学期间就爬上了我老公的床，从他手里拿走了100多万。装可怜还博得同情，还想着多做慈善，将来要嫁入豪门，像他这样的贱货，你个公子哥赶紧去！江雨桑，这事是不是你做的？妹妹怎么这么生气啊？我不过是怕别人欺负你，我来关心关心妹妹。江雨桑，你就是一条没人要的贱狗，你有什么资格来笑话我？我才是江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无论我做什么，爸妈都会原谅我，是不是很嫉妒啊？所以你就费尽心思设计陷害，为的就是把我赶出江家。没错，你和哥哥的关系是爸妈最忌惮的，我只能从这件事下手。谁让你抢走了我26年的人生？这是你欠我的！你为了报复，所以给哥哥下药，你就不怕万一我们酿成大错，成为全京城的笑柄？你知道这对哥哥对江家是多大的伤害吗？谁让他对你那么好，对我却总是冷眼相待。明明我才是他的亲妹妹，所以你承认是你给哥哥下药了？江雨桑，你给我下套！你不知道跟一个律师说话要小心，一切都有可能成为证据。哼，那又如何？爸妈还是会相信我。江家，你再也回不去了，你永远会被我踩在脚下。谁踩谁还不一定呢。你就不怕被江家人知道以后会责怪你不顾江家的颜面？以前的我肯定会，但是昨天之后，我想明白了，他们明知道我不可能做那些事儿，为了把我赶出江家，还是选择相信江蕊，败坏我的名声。
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呢？还不算傻。宋思燕，别再敲我头了，都被你敲傻了。傻点儿才可爱呀。我也想吃。喂我。宋思燕，你别太得寸进尺了啊！现在只要我停下来，这数据就再也找不着了。你自己看着办。宋思燕，你要是找不到证据，你信不信我咬死你？哦，那我不找，我等着你咬我。说说看，你想咬的上面还是下面？吃吧。宋思燕，你到底能不能行啊？你是不是骗我的？你自己看，我到底行不行？果然是江蕊。你觉得江峰一个大男人，江蕊一个人能把他扶进回家？你什么意思啊？另一个人，我想你心里应该已经清楚。盛飞，我原本以为他只是暂时被江蕊蒙蔽了双眼，原来他早就想把我赶出家门了。原来爱是可以被收回的。当年你是，现在我妈也是。我对你的爱从未消失过。我和王梅兰不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伤害过你，而他为了把你赶出江家，不惜侮辱你的名声，就是想让你和江家彻底断绝关系。我想他不仅是为了防范你和你哥，应该还有别的目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总觉着我牵扯着他的什么秘密。宋思妍，你跟我妈以前见过吗？没有啊，怎么突然问这个？我总觉得你跟我妈之间含着我什么事儿。如果我和她之间真的有事的话，你会向着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谁都不想着。毕竟，我都上海了。江雨桑，希望你说到做到。你太让我失望了。妈，这些照片都是假的，是姐姐陷害我的。我看到了，当时她跟一个男人就站在楼上，一定是他们干的。什么男人？我当时拍照片了，就是他，他现在正住在姐姐的新房子里呢。宋思燕，他回来了。我调查过他，他叫宋思燕，是 Sharon 集团的员工，他和姐姐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宋思燕。这是1000万，你拿着它出国，再也不要回来。
如果我说不呢？我知道你在深润集团上班，但那又怎么样？你顶多不就是一个年薪100万的小码农？这笔钱够你10年的工资了。带着他离开这里。昨天你设计陷害我女儿的事，就一笔勾销。这么急着赶我走，是怕我留下来威胁到你儿子在江家的地位？江峰永远都是江家唯一的继承人，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如果我非要改，宋思燕，你敢！你敢害死我妈，我有什么不敢的？如果不是因为江雨桑，你觉得你能活到现在？以为你是谁？一没背景，二没钱财，我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从深润集团滚蛋？你可以试试，我很期待。你想找我报仇，你敢吗？如果江雨桑知道你妈的死是跟他而起，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我想他一定会痛苦死吧，他这辈子都会活在悔恨当中。我妈的死跟他没关系，任你逼死他。但是你敢告诉他真相吗？如果你敢的话，你妈5年前死的时候你就报警了。可是你怕江雨桑知道真相后受不了，你为了保护她，你亲口承认你妈是自杀。宋思燕，没想到你还是个情种呢。王美兰，我妈在你这里受的所有痛苦，都会照你加倍还回来。还有你们江家，也要让你们一起陪葬。你以为你是深润集团的总裁吗？你一个贱种，也想搞垮我们江家，你是图谁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呢？王美兰，属于你的报应很快就来了。为什么总感觉他哪里不一样了？不是我，你们抓错人了，放开我！瑞瑞，你怎么了？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们抓我女儿做什么？他设计毁我跟哥哥清白，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妈，是姐姐污蔑我的，她恨我抢走了她江家大小姐的位子，所以才报复我的。雨桑，你已经抢了蕊蕊26年的人生，为什么非要针对她？我们江家哪里对不起你了？是你能用这种手段污蔑我的女儿？谁污蔑谁，警方自会查证。倒是你阿玛，你当初听信了江蕊的几句话，连查都没查就定我的罪，到底是您太偏心了，还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能有什么秘密？你为了给自己开脱，污蔑蕊蕊不，还要拉我下水，你这是不孝！家里的摄像头虽然被黑了，但是我已经找人恢复了数据。妈，如果不信的话，我可以找人当场查证。那里面可不只拍到了江蕊。妈，你想让我放出来给大家看看吗？雨桑，是妈不对，相信了江蕊的话，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原谅妈好吗？妈，江蕊，你姐姐处处忍你让你，没想到你竟然陷害你姐姐，你是想拆散这个家吗？妈，我就是嫉妒你们都对姐姐好，冷落我，是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妈，这就是我喊了26年的妈妈，为了自保，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弃。雨桑，是爸爸错怪你了。
爸爸向你道歉，以后这里还是你的家啊！爸，您不用跟我道歉。这件事闹到这个份上，跟我也有关系。如果我当初发现真相的时候立刻离开，就不会有这些矛盾了。这个家就让给江人。哥，谢谢你活了我26年。保重。雨少，干杯！张雨生，你怎么又偷偷来我这？这要是让宋思燕发现，还不得把我这 KTV 砸了？他要是敢砸，我就帮你告他。我就不信你告不了他。哎，我一直很好奇，你们俩当年到底为什么分手？不知道。哎，他这个人啊，就这样，什么事都憋在心里。当年他妈去世，本来我想去帮他，都被他拒绝了。他妈妈去世了？他没跟你说吗？从未提起。班长，你能告诉我他妈妈是怎么死的吗？这件事对他打击挺大的。他妈好好一个人，不知怎么突然就跳楼自杀，满地都是血。可能是这件事打击太大，霸王葬礼他就直接推掉，这一走就是5年，直到今年才回来。班长，他妈妈是什么时候去世？5年前的5·1，我跟宋思燕都是南城人，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当初说好，等过完5·1，他22岁生日当天我们就领证。结果等到的却是他的分手宣言，这其中会有什么联系吗？班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哎，慢点。就这么舍不得江家人？宋思燕，你老实告诉我，你当初究竟为什么跟我提分手？你妈妈的死跟这件事有关系吗？你怎么会知道我妈的事？谁告诉你的？你回答我，宋思燕，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分手？你妈妈的死跟这件事有关吗？没有。那为什么你妈妈刚刚去世你就跟我提分手？我妈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功成名就。那会儿跟你在一起，我没办法和先生复合，所以只能提分手。你就因为这个原因，当初说这么狠的话抱歉，那种痛连我都承受不住，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承受这些？别让我查到你的心事。她是宋思燕的母亲。爸爸是不是这样啊？对，上了真聪明，来，这样飞啦，飞啦，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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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山，你竟然还在书房里藏着这个女人的照片，你的下
人是不是？蔚蓝，你别无理取闹。宋思燕的母亲跟江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宋思燕，你到底跟我隐藏了什么秘密？雨桑小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是不是生理期到了，肚子不舒服？张妈，我找您是想让您帮我认个人。这个人您认识吗？认识，他是老爷曾经的秘书，叫宋璇。张妈，您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在医院碰见了宋思燕？您说他跟您认识的一个人有点像，是他吗？是他。可是，难道她是宋先生的母亲？张妈，您能跟我说说他跟我父亲之间的事儿吗？宋小姐当年是老爷的秘书，两个人经常双入双出，当时就有传言说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后来，老爷的初恋王媚兰带着年幼的少爷又回到了江家。没过多久，宋小姐就因为泄露公司的机密而被开除了。宋小姐在家吗？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的形象，宋小姐，喂，这里有人晕倒了。这是先生的一点心意。江远山是想拿钱让我滚，他要娶他的初恋是吧？王小姐带着江家的血脉回到江家，出于责任，老爷没办法拒绝，所以多是男人。你回去告诉江远山，从此以后，我和他再无瓜葛，老死不相往来。哎，小姐，宋先生今年多大？比我大半岁。可是我明明记得当年的医生说宋小姐的孩子已经流产了，怎么会呢？小姐，宋先生就是当年和你谈恋爱的那个人，对不对？是。也就是说，他当年抛下您，是因为他误以为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有这个可能。可他当初怎么知道江远山是我父亲的？我从来都没有在他面前提过我的家人。小姐，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藏在心里。5年前，夫人偷偷把您和老爷做过些字鉴定，我也是在打扫卧室的卫生时无意间发现的。既然王媚兰5年前就知道我不是江家亲生的，为什么她当时不说，偏要等到5年后？难道她是想利用这一点来逼迫宋思燕的母亲？就照江律师提出的方案执行。江律，你家出事了，你哥哥被人打了，江家也被债主围得水泄不通，都上新闻了。江雨桑，你去哪儿？我哥出事了，我回去看看。你忘了他们是怎么把你赶出江家的？江雨桑，你要报答养育之恩，我不拦着，但现在你过去了，你自己也会受伤。难道你让我袖手旁观吗？我做不到。
如果我有办法帮到江家呢？江氏集团的驾驶系统出了问题，并导致多人重伤。除非他们把所有车辆全部召回，更换更可靠的系统，否则江氏不仅要赔偿上百亿的赔偿款，还会因赔偿不起而宣告破产。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江氏？Sherry 的驾驶系统经过多次实验，已经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可以投产使用。所以，要怎么样你才肯跟江氏合作？如果我想让你嫁给我呢？桑桑，等我22岁生日那天，你就嫁给我，好吗？江雨桑，我跟你就只是玩玩，我从没爱过你。我需要点时间想想。哥，雨桑，你怎么来了？看到新闻了？江家那么对你，你这时候最应该避嫌了，你怎么还来趟这趟浑水啊？毕竟在这之前，我也是江家的一份子。那呢？新闻上说，深润集团的驾驶水准已经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了，爸就想去试试，看能不能促成合作。宋总，这位就是江氏集团的总裁。伊森先生，你好，我是江氏集团江远山。听闻贵公司的驾驶系统已经到达国际最高水平，所以我想和你谈谈自动驾驶系统的合作事宜。阿言，妈妈不知道桑桑是江远山的女儿，是妈妈对不起你。这个罪，妈去说，你要好好的活着。江氏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我们在选择系统上出了问题，造成现在这个局面。但只要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把股份让出来一部分，算是我们合作的诚意。是你们江家股份很值钱，还是我们Sherry集团缺你们那点钱？伊森先生，我知道你们看不上我，但我们的企业一直是良心做人，一旦我们达成合作，必定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收益啊！良心企业，随便给员工扣罪名的企业，也可以在我这儿成良心。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江氏走到这一步，是罪有应得，我不会跟你们这种人。请回吧。请。爸，怎么样了？玉山，现在只有你能救江家了。给我们贷款的银行是你同学陈烈家的，他说了，只要你同意和他结婚，他就答应继续给我们放贷。不行，陈烈就是个花花公子，雨桑跟他不会幸福的。我们这样做，跟把雨桑卖了有什么区别啊？现在所有的银行放贷给我们，除了是求陈家，没有别的办法，难道就只能是破产？玉三，你就不能看在江家给你养育多年的份上，做一次牺牲吗？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宇哥有可能会坐牢的，你也不愿意跟着进监狱，是不是啊？就算我去蹲监狱，也不会拿雨桑的婚姻幸福当交易筹码。难道我就只能去求宋思燕了吗？
们可以先签一个2年的合约，如果2年之后我们相处的不错，就可以继续；要是合不来就分开。你这是打算为江家奋不顾身了？现在只有跟新任集团合作，才能救江家。所以嫁给我你很委屈啊？我不是那个意思，之前信誓旦旦的说嫁给狗都不会嫁人，这不是打自己的脸。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江雨桑，现在可是你在求我办事，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你想怎么样？把这个签了，我就答应帮助江家。前协议，女方提出离婚，违约金20亿，每个月履行夫妻义务20次，不许跟异性有暧昧关系，一旦发现增加夫妻义务5次。宋子妍，你这是霸王条款。你可以不接受啊，我没逼你啊。宋子妍，你别栽在我手里。宋子妍，盖个章，不然你觉得会怎么出尔反尔的人一直都是你。你要跟江氏合作？没错，但我要江氏30%的股份。再过几天，江氏就要破产，你的所有言论罢了。你现在如果因为江雨桑而去跟江氏合作，江氏会因此腾飞。你这不是在报仇，而是在帮他们。30%的股份已经是江氏的第2大股东，只要我再买点散户过来，股票份额就会超过江雨东，到时候我就可以翻盘，成为江氏总裁。就怕有江雨桑在，永远都下去这个狠手。不会，我妈的。哥，新润集团的总裁已经答应跟江氏合作了，你快备份资料去公司找他们吧。雨桑，神润集团不是拒绝跟江氏合作吗？你是怎么让他答应的？你不会跟他有什么交易吧？没有，我就是答应他们把手头的案子好好处理。雨桑，你不要隐瞒哥哥，如果你做这一切是要你付出代价，哥哥宁可不要。哥，你想多了，我们律所本来跟新润集团就有合作，他们也是看在我师兄的面子上卖我个人情。你赶紧联系他们吧，我要去上班了，先挂了。结婚证先放我这儿。怎么，怕我离婚啊？你要是能出得起20亿啊，我可以跟你离啊。万恶的资本家！江雨桑，叫这么大声干嘛？
要是让同事知道了就不好了。你确定要跟我隐婚？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你可不要出尔反尔啊！我就是想说啊，你头上有个虫子，我帮你拍下。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微风吹过雨后你独来香气。江律，你今天这场官司赢得可真漂亮，沈律高兴订了汪江阁，让我们一起去庆祝呢。好，江律，我们可都是沾了你的光呀，沈律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你也不看看这个案子，江律给我们律所拿了多少钱，顶你好几年业绩了。我们江律人长得漂亮，能力还强，这么优秀的女人，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配得上？这还用说吗？沈律和江烈可是我们律政界的最强 CP， 要说能配得上我们江律的，那就只有沈律了。打住啊！你们要再这么说，今天晚上饭谁都别想吃。走了。今天沈律真的很漂亮，我也觉得。我也真的有点事。老婆。居然把他给忘了，拿了谁呀？打哪回事？他好像在看江律，他是在叫你老婆。什么老婆呀？你们别乱说，赶紧走吧，待会儿堵车了。老婆。躲什么？回来！江雨桑，好样的！各位，我刚碰到一位贵客，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所以说我就请他一块过来了。宋总，请。看来有人不欢迎我了。怎么会呢？宋总，请上座。不用。我坐这儿就行。啊，行，那雨桑，你照顾一下宋总。宋总，您喝茶。什么茶呀？上好的碧螺春。抱歉啊，我不喜欢喝绿茶。我只想喝我老婆泡的咖啡。这个我可满足不了你，您还是回去让您的太太给您泡。我去趟洗手间。宋思言，这个狗渣男、老色批、臭流氓，只想咬死我！江律师骂我，都不知道背着我。你要干什么？你是忘了吗？条款里面说的很清楚，不许跟异性有暧昧关系。你说该怎么惩罚你？我什么时候跟异性有暧昧关系？他们说你跟沈清晨很般配啊。那是他们开玩笑的。我不管，犯了错就得罚。I think I might be into
如果今晚就是我们喜欢之夜，你确定要为了他们让我无法？近期一直没有发病，我想我可以停药了。他生病了，他对你的病情会有很大帮助，不如你试着跟他沟通一下。5年前的事说不定……如果可以，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让他知道，我不想看到他难过自责。我的傻弟弟，你爱的太苦了，姐姐只是心疼你。我没事，至少他现在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当年对他心理造成的伤害，我会慢慢弥补。桑桑，终于。我就知道以你的职业敏感度，不可能察觉不到他跟你分手你有隐情。所以，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听实话。5年前，宋思妍打算回兰城跟他母亲说要跟你领证的事。妈，我有事跟你说。什么事能让我儿子这么重视呀？该不会是要把桑桑接过来吧？那可太好了！妈妈早就把聘礼给你们好了，你们结了婚，妈妈就把这个房子卖了，贴点钱，再给你们买一套房子。到时候啊，咱们一起去进城。把他给我往死里打！敢对着我勾引我女儿，你个严重变态！你们干什么？你干什么？王蜜兰，宋璇，你竟敢背着我江远山生下这个孽种，还让他去勾引我的女儿！你儿子和我女儿可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这是乱伦！桑桑是江远山的女儿。不可能，我和江以桑怎么可能是兄妹？不可能！你在说谎，对不对？你就是你妈偷偷爬上江远山的床，生出的孽种！宋思妍，你竟然爱上自己的妹妹，你会遭天谴的！妈，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江远山，我不是他儿子，对不对？不是，
不是她，嫂嫂怎么可能是我妹妹？然后你们的妹妹就下得去手，跟你那贱人的妈是一样，都是贱种！来人，给我废了他！不要啊！我求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儿子。好啊，你命坏了！妈，你别听他的。你又不是冲我来，别伤害我妈！阿言，妈妈不知道嫂嫂是江远山的女儿，是妈妈对不起你。这个罪，妈去赎。你要好好的活着。妈，他出国以后状态一直不好，每天不是抽烟就是喝酒，还2次想要割腕自杀，但他每一次都控制住自己，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救他。我想他活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护你周全。他就这样磕磕绊绊过了5年。公司也在安梦国扎稳脚跟，眼看着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你不是江家大小姐的消息打乱了他所有节奏。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又哭又笑。紧接着，他就用最快的时间把集团迁回了国内。所以也是我间接害死了他妈。他为了我不惜背上骂名，也要说出那么决绝的话。不仅如此，他回来一是想重新追求你，2是回来报仇。可为了不让你为难，他放弃了收购江氏集团最好的机会，反而把自己研究多年的驾驶系统交给他们，让江家起死回生。他为了你放弃了太多。阿言，你放心，你没完成的事儿，我替你完成。我一定会为你跟你母亲讨回公道。干什么呢？你没发烧啊？怎么笑得跟个傻子一样？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啊，不过你不要生气啊。说来听听。等会儿我老婆过来给我送饭，我怕你忌讳，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果然是个孽人，幼稚。哎，陈主啊，哎，告诉所有人，我太太要来送饭，不许拦着。宋总，您不是跟太太商量过要隐婚吗？您这么大张旗鼓的，就不怕她生气啊？我说我太太是什么？他们自己猜着，跟我没关系了。苏思雅，我怎么感觉你的员工都在议论我？你是不是跟他们说什么了？议论你啊？走，老公给你报仇去！居然敢在背后议论我老婆，他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你是不是当我傻呀？你这样出去就等于官宣了吗？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老婆，你不能冤枉好人啊！我只是跟他们说我太太会来送饭，但真的没说那个人就是你。那还有其他人来送饭吗？那没有啊，就算有，我也不会去吃的。那不就得了？就我一个人送饭，傻子才猜不出来。宋子妍，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行，那我们玩个更高级的，引蛇出洞怎么样？引蛇出洞？和国家吗？ Who told you that? Look, I was on to satisfy my craving, but 夏雨桑， wanna thank God for them. 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Baby, you got me 离婚费太贵了， into something 那就这辈子都不行。 you speak words that just melt in my mouth. 宋思妍，如果我的身世一直不被揭开，你是不是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煎熬之中？这是调查到的所有资料。这个人叫李强，是江远山当年的助理，也是王美兰的发小。当年王美兰指使李强污蔑的宋璇，导致宋璇被江远山误会，从而被赶出公司。 所以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宋璇当年是被冤枉的。没错，李桑，宋思燕是江家的孩子，对吗？当初她离开你，也是误以为你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不仅如此，他母亲因为这件事自杀，而这件事跟王美兰也有关系。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所有的证据，替他母亲申冤。那，你哥哥呢？我怕你这件事情处理完之后，对他愧疚自责啊。我是律师，我的职责就是要为正义讨回公道，这也是我们从事律师行业最起码的良知，我不能违背。可是这件事情毕竟过去5年了，想要找到关键证据。 恐怕很难。那我们就制造证据。江雨桑。 江雨桑，你什么意思？拿着假照片污蔑蕊蕊不说，现在又要来陷害我是吗？这张照片的确是假的，不过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会在裂缝里生根发芽。你说这照片如果被你的丈夫和儿子看到，江雨桑，你想干什么？我养育了你26年，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养育之恩的？ 你真的问心无愧吗？你为了把我赶出江家，不惜搭上我跟我哥的名声，你配得上这一声名气？你28年前，你设计逼走了宋璇，并且害得她失去了双腿，险些流产。5年前，你明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女儿，却还谎称我跟宋思燕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逼得宋璇自杀。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欠的债。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仅知道，我还会把证据移交给警方。王美兰，你的报应就要来了。张雨桑，你这个半夜的，你竟然为了别人设计陷害我，让我众叛亲离，你会不得好死的！这一切不都是你咎由自取？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我跟宋慈燕，也是你亲手斩断了我们的母女情。 是宋璇，是那个贱人抢走了我的一切。
他不仅要抢我的丈夫，还让他的儿子给我的儿子争夺家产，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宋思燕从来就没想过抢江家的继承权，她是世界最顶尖西润集团总裁，她根本就看不上江家。你说什么？宋思燕是盛润集团的总裁？不可能，她只是一个小码奴，怎么可能是集团总裁？一定是你在骗我！王美兰，再享受一下这短暂的自由吧。一旦我把证据提交给警方，你就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立刻，我要将你杀死！江雨桑，你在哪儿啊？接电话呀！江雨桑，别做傻事儿，回来。好戏，太吵了。宋思燕，宋思燕，你怎么样？王先生，你不会给你拿着我的钱去场难忘的机会。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呢？以后不准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听到？我答应。小草，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失去你一次，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好的。宋思燕，这5年是你一直在守护我，现在就让我守护你一次。王美兰，你涉嫌5年前一起雇凶伤人案以及教唆他人犯罪等案件，请跟我们走一趟。王美兰，你简直就是个毒妇啊！我当初怎么就被你蒙骗了？我们到了。宋思燕，带户口本了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领证了？江雨桑，我就是跟你玩玩，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娶你吧？宋思燕，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我要生气了。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吗？我当初追你，不过是因为跟别人打赌，想看看金枝玉叶是什么。我尝过了，也不过如此。
江雨桑，我从来都没爱过你，分手吧，往后就当彼此从来没有遇见。苏思燕，我不相信你没有爱过我，你的眼睛不会说谎的。苏思燕，你要是再不回头，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的。苏思燕。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and beautiful?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 got nothing? 桑桑，5年不见，我很想你。你想我了吗？苏思燕，我在，我会永远的在，一辈子都不会丢下你。自从5年前你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回到过这儿。那场大雨不仅淋透了我的身体，也把我永远困在了那个云烟，再也走不出来。桑桑，大雨淋湿了5年前的江雨桑和宋思燕，但我不会让这场大雨淋湿5年后的我们。我想说的是，我从来都没爱过你。我不仅爱你，还爱到窒息。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娶你吧？我们不仅会结婚，还会生很多个孩子。桑桑，5年前的我骗了你，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对不起。这枚戒指陪我走过了5年，我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跟你戴上，可能是上天看我可怜，又给我重新回到你身边的机会。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松手。江雨桑，人间烟火，山河远阔，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走过？喂。像风一样窥视我，或将我吞入漩涡，解救我，在天亮前带走我。